嗨，ciao。哦，好像这里不说 ciao，我塞尔维亚才说 ciao，就是在市区吧，不能说城市最中心。这边很流行这种有轨电车。太冷了，看大家都穿羽绒服。我靠，5月份了还要穿羽绒服，索菲亚也太冷了吧！啊，看到一个美女稍微穿的少一点。再看看我后面的旗，欧盟保加利亚，这就证明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欧盟的保加利亚了。我现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在这个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城市最中心。这个地方我背后的这个建筑也叫做文化宫。那这名字很让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各个城市里面的少年宫、工人文化宫这些名字。我们看一下，我感觉应该是异曲同工之妙，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，对吧？不管现在怎么样，大家都有相同的历史嘛。看一下背后，我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索菲亚的标志，看到没有？索菲亚，然后是英文的索菲亚，然后旁边是西里尔字母，也就是保加利亚语的索菲亚。这个是个城市中心的广场，差不多我发现东南欧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，就是每个城市的最中心都是一个广场嘛。塞尔维亚是共和国广场，亚美尼亚也是共和国广场，然后现在保加利亚就是这个广场，文化宫广场。OK， 我们再一起看看还有什么更多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。到现在我差不多在保加利亚也待了1天的时间了嘛，差不多到现在快1天了。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它还挺像韩国首尔的。我大概是10多年前有去过韩国首尔。我觉得韩国首尔的像是新城区也是路修的非常宽，然后大家看这个背后的天空，也是很晴朗、很干爽然后风格总是让我想起韩国首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再等我慢慢看一下，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吧。然后我觉得，我本来以为我不是从塞尔维亚过来嘛，我本来以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应该这2个国家非常的相似，应该就是兄弟国家嘛。就像越南和老挝是兄弟国家比较相似，但是其实还挺不一样的。我感觉从人种，就是你的观感上看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也有，就时不时的有人出入嘛，大家可以看到。然后人种上和塞尔维亚有些不同，塞尔维亚人我觉得和亚美尼亚人、土耳其人非常像，都是那种黑头发，然后就是的长相，塞尔维亚人比较高，亚美尼亚人比较矮。然后保加利亚人呢，头发基本上都是棕色的。首先发色就不一样，可能是他这边靠近黑海，这个人种就受这个斯拉夫人种影响更大，因为像斯拉夫人一般是黄头发嘛。然后其次是他们的这个文化，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，就是早上我去咖啡馆喝咖啡吃早餐，然后我就点了一杯 cappuccino。喝这个 cappuccino， 我就按照习惯，我就说cappuccino 加水嘛，因为本来在塞尔维亚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。然后服务员专门给我解释，他说我们这里只有瓶装水，他说因为这边的水不像塞尔维亚那边是可以直饮的，因为水质没有塞尔维亚那边好，所以这边水还是要额外点的，这一点就和塞尔维亚文化不一样。出了那个广场之后，这边果然就是一条步行街，就是所有东南欧的国家的风格都是一样的。就是大家看到我背后还是人还是挺多的，现在是周一的工作时间，也还是不少人，并不是那么冷清，然后很有生活气息。这个明显就比亚美尼亚的那个步行街要热闹。
没有塞尔维亚那么繁华，但是又比 Niš 那个城市的要强很多的步行街。然后这边的品牌果然是在欧盟里吧，就是这些商场的品牌会更加欧洲化。然后呢，这边因为是南边，感觉绿化会更好，因为南边嘛，暖和一些，整体来说，但是它又是在这个山上高原上，所以还挺好的，挺舒适的。然后整体这边气候呢是比较干爽的，我是比较喜欢干爽的天气，太潮湿了人受不了。只要不是那种沙漠的那种干，稍微偏干爽是很舒服的。大家看一下前面吧，这种天气是乱穿衣。看前面的路人穿羽绒服，我就穿一个西装外套。看这边树都开始开花了，也是春天最好的时候来了，往夏天走吧。还是挺舒服的。今天又是个大晴天，索菲亚的天气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么晴朗啊。因为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，所以穿得比较正式一点，不是游客装。然后我一会儿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保加利亚的首都的公共交通，就是地铁和公交。因为我参加会议这边我都是打车嘛。我也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公共交通是什么感觉，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吧。OK， 我现在到这个保加利亚的地铁站，今天第一次体验保加利亚的地铁，好不好坐，到底是什么样，我们坐过了才算。走起。售票机，我听说是直接可以刷卡进的，我试一下直接刷卡吧。直接可以刷 Visa、Master， 刷一下哈，我直接刷我的 Mastercard。Okay, that's really good. So where's M1？ 这个完全就和新加坡还有美国某些地方，不是所有，已经一致了，直接刷卡就可以坐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哇，这个很长的电梯哦，让我想到了香港。哎，没想到保加利亚的地铁这么好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哎。现在坐 M1， 应该是它的1号线吧，坐到市中心、城市最中心的步行街。我看还有街头艺人表演，不错嘛，这个地铁。哇，这个地铁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这真的让我想到了香港、新加坡的地铁，因为我坐过那个亚美尼亚的地铁，说实话，呵呵，我只能用呵呵是吧来形容。有地铁就不错了啊，能呵呵也是不错的。
但是保加利亚的地铁没想到这么好，这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。OK， 我们看一下1号线在哪儿，找一下。急，慢慢走，你看别人急的就可以先走。它这样子一个网状，这个怎么开门啊？1号线往哪走呢？下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市的交通图。在市中心 Serdica， 我现在在 Serdica， 我们要去哪儿呢？走走看吧，随便走吧。重要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我们在找这个目的地的过程，以及这个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、所感受的。所以最重要是给大家呈现这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交通。那地铁体验完，我们接下来去体验一下这个电车或者公交车吧。看这个有轨电车响，保加利亚的叮当车。保加利亚饭，羊肉拌饭，应该算是羊肉盖码饭。完全是米饭和羊肉混合，这也太中国了吧！你看保加利亚的餐桌上放的是什么？大蒜，这不是中国北方吃饭的习惯吗？吃饺子的时候，吃面条的时候要吃大蒜吗？ Thank you so much. You guys did a great job. Excellent. So do you guys eat the garlic together with your meal? Yes. Wow. 在保加利亚居然吃饭和中国北方吃大蒜是一样，太惊人了。大家去那个兰州拉面馆，正宗一点的，是不是可以吃这种生的大蒜？直接吃，太好吃了，而且毫无违和感，就是吃中餐的感觉。Whoa, great. 当夜幕降临，我索菲亚城市穿梭的脚步也逐渐慢了下来。走累了，我就一个人坐在索菲亚标志性的东正教大教堂前思考。高耸的金色圆顶在夜色中微微发光，仿佛沉默地守护着这座古老而又安静的城市。微风穿过教堂前宽阔的石板广场，带来些许春夜的凉意，也带走了我白日奔波的疲惫。街灯静静地亮着，行人稀疏，钟声在不远处缓缓响起，低沉而庄重，
像是某种穿越时间的召唤。我看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那庄严的轮廓，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安定感，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仿佛这座城市在静默中向我敞开了心扉。我开始思考，人为什么要跨国旅居？是为了逃离，还是为了寻找？或许两者皆是，而这份孤独的片刻，也正是旅途中最真实的存在。没有喧嚣的同伴，没有既定的计划，只有夜色、石阶、古老的钟楼，以及我和我的影子。就在这微凉的夜里，我悄悄地对自己说：索菲亚，你的静谧我记住了。除了首都索菲亚，接下来Sean也将为大家揭晓保加利亚大特尔沃诺、瓦尔纳、普罗夫蒂夫等城市地区的更多亲身旅居体验。